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，听起来超级轻松，但威力却可能颠覆你想象的秘密武器哦。那就是 Zone 2心率训练。你先不要把它想成那种会让你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运动啦，完全不是。它其实更像是一门很优雅的科学，教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得又长又有品质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大概会分成这几个部分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先搞懂它背后的科学道理，然后呢，潜入我们细刀的微观世界，看看线粒体到底在干嘛。再来，这很重要，就是教你怎么准确地找到自己的 Zone 2区间。接着，我会分享5个超赞又很优雅的运动方法。最后，我们会把所有东西串起来，帮你打造一个专属的长寿计划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好，第一部分，我们先来打个底，聊聊它为什么是长寿的科学基石。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就是那种跑起来不太喘、汗也流不多的温和运动，为什么那些顶尖的长寿专家会把它捧得这么高？这背后的学问可深了。我想大家心里应该都想过这个问题吧？我真的有可能健康康康的活到100岁吗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通往长寿的这条路其实根本不需要你跑得气喘吁吁，挑战极限，反而比较像是一条可以让你从容散步，边走边看风景的小路呢？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棒？而这其实就是 Zone 2训练的核心精神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位长寿医学界的权威叫 Peter Attia 博士，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，这搞不好是懒人的长寿秘诀。他提出一个超酷的概念，叫做100岁奥运。你想象一下哦，当你100岁的时候，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？是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，还是可以轻松的把买菜的袋子提回家，可以弯下腰跟孙子玩，甚至还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国旅行？要赢得这场人生的100岁奥运我们现在就得开始训练。而 Zone 2就是这场比赛里面最关键的那个基础体能训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像拿着一个超级显微镜一样，一起钻进我们身体的内部来一探究竟。当我们在做这种看起来很轻松的运动时，我们的细胞里面到底正在上演什么样的奇迹？所以到底什么是 Zone 2训练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你的心率控制在你最大心率的60%到70%之间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身体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燃脂模式开关。只要你待在这个心率区间，你的身体就会变得超级聪明。它会优先去燃烧我们身上储存的脂肪来当做能量，而不是去消耗掉我们很宝贵的肝糖。那燃烧脂肪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关键答案就在我们每个细胞里面那些小小的发电厂，也就是线粒体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就越容易觉得累，新陈代谢也变差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发电厂它们会慢慢变旧，数量也越来越少。但是最让人兴奋的好消息来了，这个衰退的过程是完全可以被逆转的。所以重点来了。Zone 2训练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好处？基本上就是3大核心效益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3个超能力哦。第一，它会刺激我们的身体去盖更多，而且效率更好的发电厂，也就是线粒体。第二，它会把我们的身体训练成一台超高效的油电混合车，随时可以切换成燃油模式，也就是燃烧脂肪。这个就叫做代谢灵活度。第3点，它能大幅提升我们清除乳酸的能力，这会让你的耐力变得超级好，不管做什么运动都更持久。好，OK，科学原理我们大概都懂了，但接下来就是最实际的问题啦。我在运动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心率是不是真的在那个黄金 Zone 2区间里面呢？其实方法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很多哦，主要可以分成2大派。第一种我们叫它数据派，就是用很简单的公式来算；另一种呢叫体感派，也就是学会去听自己身体给你的讯号。
好，如果你是喜欢看数据的数据派，这边有2个很简单的公式你可以用。比较传统的算法就是用220减掉你的年龄，然后再去乘上60%到70%。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叫做 MAF 180公式，你就直接用180减掉你的年龄就好。你可以2个都算算看，你会发现算出来的数值会落在一个很接近的目标心率范围。那如果你手边刚好没有心率表，也完全不用担心，谈话测试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它的标准真的超级简单，你只要记得你在运动的时候，应该要能够很顺畅的跟旁边的人讲话聊天，讲出完整的句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要高歌一曲，就会觉得有点喘不过气。如果达到这个状态，那恭喜你，8、9不离10，你就在完美的 Zone 2区间里面咯。好，理论我们懂了，怎么测量也学会了。那现在就来聊点真正好玩的部分吧。我特别帮大家整理了5种我觉得非常优雅的运动方案，让你真的可以很轻松、很愉快的把 Zone 2训练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里。第一种，也是我自己个人最推荐的，就是鼻吸鼻呼式快走。这方法简直就是一个内建的 Zone 2速度计耶，超酷的。你想想看，当你运动时只用鼻子呼吸，一旦强度太高，你的身体是不是会自然而然的想张开嘴巴来帮忙呼吸，对吧？所以你只要能一直维持用鼻子呼吸，那就代表你的强度基本上就在安全的 Zone 2范围内。而且还有一个超棒的好处，就是用鼻子呼吸可以增加我们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，这对放松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非常有帮助。就连畅销书《呼吸》的作者 James Nestor 都对这个方法赞不绝口。再来第2种，水中漫步。这个方法对于那些关节需要特别保护的朋友来说，真的简直是一大福音。因为水的阻力比空气大很多嘛，所以你根本不用走很快，你的心率就能很轻松的达标。同时，水的浮力又可以帮你卸下大部分的体重，完美保护你的膝盖和脚踝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顶尖运动员，像是大谷翔平，也都会用这个方法来做恢复训练。第3个，北欧式健走，这个也很酷。你只需要准备2根健走杖，就可以把我们每天都在做的走路这件事，瞬间升级成一个全身性的高效运动。因为你的上半身，包括手臂肩膀背部的肌肉，全部都得动起来，这会让它燃烧的热量比一般走路多非常多。但最神奇的地方是，你其实不会觉得腿特别酸，可是你的心率却能很稳定的待在 Zone 2，是不是一个超级聪明的方法？那如果今天天气不好，或者你就是懒得出门也没问题，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做。你可以试试看这个节拍深蹲，诀窍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慢。你可以想象放个慢歌，然后跟着节拍花个4秒钟慢慢蹲下去，停一下，再花4秒钟慢慢站起来。就是这种缓慢的动作，可以让你的肌肉一直保持在有张力的状态，然后很稳定的把心率带到我们要的燃脂区间。好，最后一个比较特别一点，叫做垂直律动。这个我们要先搞清楚哦，它比较像是一个很棒的辅助工具。你光是站在上面，可能心率很难达到 Zone 2，但是你可以在运动前用它，透过那种高频率的震动，它可以先帮你把全身的微血管都打开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这就好像是帮你的身体做一个深度的暖机一样，可以让你接下来的运动更有效率，心脏的负担也会比较小。OK， 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好用的工具跟方法，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它们组装起来，为你量身打造一套真正可以执行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你持之以恒的个人长寿策略。那我们的目标大概是多少呢？根据 Peter Attia 博士的建议一个理想的目标是每个礼拜累积大概3个小时的 Zone 2训练。你先不要被这个数字吓到，这3个小时你完全不需要一次做完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在存钱一样，零存整付，把它们很巧妙地分散在你1个礼拜的生活里面就好了。所以你的长寿策略大概可以从这3个核心去发展。第一，数据化管理。
如果你有智慧手表或心率带，就把它带起来，让数据当你的贴身教练。第二，生活化整合，把运动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。譬如说，你遛狗的时候，就可以顺便做鼻呼吸快走啊，或者把跟朋友约喝下午茶改成一起去北欧式健走，不是很棒吗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循序渐进。没有人要你一步到位啦，你可以先从1个礼拜2-3次，每次30分钟开始，先让你的身体喜欢上这种感觉，然后再慢慢的把时间加上去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你会发现 Zone2 训练真的不只是一种运动而已，它更像是一种，对未来的自己最有远见的一笔投资。它教我们用一种更从容、更科学，也更优雅的方式，来为那场我们每个人都注定要参加的漫长又精彩的100岁奥运打下最稳固的基础。那么，你的训练准备好要开始了吗？